假如半夜当你一个人在看电视，这个时候房间内除了电视的灯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光源，也就是说整个房间都是暗的。而此时电视节目的内容是来宾分享撞鬼经验，在你看到一半的时候，电视机却一直自动关机，那请问你会有什么想法呢？大家好，我是佳佳。我相信呢，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都有一些非常难忘的回忆啊，就例如说初恋时候的回忆，或者是结婚时候的回忆，或者是呢被情人伤害时候的回忆哦，都有一些就是让你永生难忘的回忆。但是呢，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有没有过这种回忆，就是到底那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而且发生的这件事情可能你又不知道要用什么角度去解释。那么今天呢，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3个故事。这3个故事呢，是我自己发生的亲身经验。可能有的人会想说，那你自己讲的可能是你自己掰的嘛。但是呢，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其实距离现在已经非常非常非常久，好几年了。那我记得在当下的时候，我就有跟我朋友讲过这件事情。然后呢，在之前呢，我有在我的声波频道跟我的听众、跟我的粉丝呢，也分享过这件事情。所以呢，它并不是一件我随口掰掰的故事这样子。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在睡觉之前，我可能都会看一下电视啊，或者是看一下手机啊，然后呢就觉得眼睛累了，或者是真的想睡了，我才会睡。所以这个时候呢，我通常都会把我们家的那个房间关得暗暗的，因为我睡觉的时候是不许有任何一点点光。这件事情发生的经过是，那一天我也是正好准备要睡觉。但是在多年前呢，我非常喜欢看一个节目，它是陀中康所主持的《哎呀我的妈》跟《来自星星的事》这2个单元，它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会邀请每一集的主题都会不太一样，然后有的时候就会邀请一些名嘴啊，或者是一些艺人啊，或者是一些来宾来讲一些例如未知的力量或者是一些恐怖的鬼故事，又或者是一些非常有名的刑事案件等等。那其实就跟我们的频道一样，因为我也喜欢看这一类的故事这样子。所以当时我都会选在睡觉之前，就是看这2个节目的重播。事情的发生是这样，就那一天我正在看他们的节目，那一集的主题就是他们邀请了一些艺人呢来讲一些鬼故事。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呢看完了第一个艺人跟第2个艺人的故事之后呢，忽然之间呢看到一半，我家的电视呢就自己关起来了。那因为我说过，其实我在睡觉之前我都会把我们家的电灯都关暗，所以当时有电灯的地方就只有我的电视。那电视一关暗的时候，我就想说怎么会电视忽然关起来，因为就全部就是房间都是暗的，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黑这样。然后我就心里想说，会不会是那个第4台啊，有的时候呢它会有频道有点秀动，因为有的时候我曾经就是看第4台的节目，他可能呢看一看之后呢就秀动，就荡在那边了。然后我就想说到底是怎么了，频道怎么会忽然之间就停住了这样。结果等个差不多几十秒吧，都没有反应。然后我就按了开关键这样子，结果我一按开关键的时候，我的电视就打开了这样子。所以当时就代表我电视是关起来的，就是那一个闪的那个动作，事实上它不是频道消失，它是电视机呢就是关起来。然后当下其实我也没想很多，我就想说可能不知道这是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因此呢我又继续看电视这样子。结果呢这个艺人在讲，因为其实故事内容要讲的什么我其实有点忘记了，但是我只记得他就是讲，结果没多久，差不多又1-2分钟之后，我的电视呢又这样子就全部就关起来。
然后这时候关了第二次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会不会是我自己刚刚压到？因为电视，因为我当时呢，我是坐在我的床上嘛，就准备要睡觉，所以我是坐在我的床上。那我的床上一定有棉被，我就会习惯盖着我的肚子，这样子就盖着我的脚跟肚子。会不会是我不小心动到遥控器？我就想说，那这样有可能，我就把遥控器呢从我的左边，从我的右手呢拿到我的左手边，放在我左手边的这个柜子上，这样子。我就想说，那这样子可能呢不会再不小心压到遥控器这样。结果正当我放好准备看电视，同样也是看1-2分钟，我的电视就这样关起来。那因为其实这个关起来的时候呢，这已经是第3次，我就心里想说，奇怪，为什么会关起来？那又这么又连续这样子。然后当下呢，我也没有想太多，我就想说，那有可能是插头有问题。因此呢，我就走到电视那边，因为我们家房间的这个开关呢是在电视后面，所以呢，我就走到电视那边把电灯打开，然后打开之后，我就检查了一下我的电视，还有我的插头，电视的插头，我就想说，插头没有松脱，那会不会是这个插头孔有问题？因此呢，我就把这个插头拔下来，插去另外一个插头孔里。要跟大家讲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会不会是你们家的电视机有问题啊？就是造成这种短路啊，就是秀逗这样子，可能断电好几次。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家电视机好好的，完全没有发生过，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种自动断电然后关机的情况。所以当下呢，我就觉得应该是插头的问题，不然就是我不小心按到遥控器的问题这样。那因此呢，我当下呢就把插头换完之后呢，我就把电灯又关起来。关完之后，我又跑去，就是有点半躺，坐在我的那个床上这样子，然后坐着，然后我又这样躺着，然后棉被盖好之后，我继续看电视。然后这个人的故事呢，这个艺人故事还没讲，他就这样又讲到一半。当时呢，因为电视机已经关了3次了，那我就对我自己讲说，如果电视机呢再关1次。那我就不要看这个节目，我就不要看了。因为当下我就觉得，如果真的在闪的话，是不是有什么就是毛毛的这样子？因为呢，我曾经看这些电视节目啊，其实很多人他们都说呢，如果当您在讲这个鬼故事，或者是讲一些可能这些比较恐怖的灵异经验灵异的朋友，或者是这些我们看不见的朋友，他们其实都非常非常喜欢听，原因是因为他们会说，在说我耶，然后呢，他们就会跑去呢，听你讲故事这样子。因此呢，当下我就心里想说，会不会是有其他不知名的力量，然后来到了我的房间，跟着我一起看电视，然后可能频率对到了，所以我的电视机就这样子关起来。我当时是告诉我自己说，如果真的再闪1次，电视机再关起来1次，我就不要看了，因为代表可能是这种情形。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家电视机都没有这种样子出现，这种情况出现这样。正当呢，我这个念头我这样子想完之后，因为在看这个艺人讲故事不到1分钟的时间，我的电视机它又关起来了。然后当它关起来之后呢，我就决定我不要看这个电视节目了。可是因为我虽然呢是一个什么都相信的人，但是我也是一个就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迷信的人。我相信，但是存有敬畏之心，但是我不会特别去迷，或者是我不会特别去盲目的迷这样子。然后当时呢，我就想说，不要自己吓自己，说不定就是电视机坏了嘛，对不对哈？因此我就把电视机又打开，然后呢就转到别台的这个谈话性节目。结果我在别台的谈话性节目看了差不多1-2个小时，我的电视机都没有闪过。其实呢，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很仔细的观察我们家电视机，因为我想说会不会是电视机的一些
秀逗的情况啊，或者是真的电视机有点要坏掉的这种毛病这样子。可是呢，从那天之后，我们家的这台电视机都没有这种故障的问题，这样子一直好好的这样。那当时我就把这件事情跟我朋友讲，这样，然后我当时我很多朋友就讲说，他们第一个反应就说一定是你们家电视机坏了。然后我就说，其实我也想说是我们家电视机会不会是坏了，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家电视机都一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很多朋友就说，那你怎么神经这么大条，怎么电视机呢连续这样子闪了好几次就关机好几次，你才觉得要把它转去别的地方这样子，或者是关掉不看这样。我说当下其实我没有特别想到是什么方向，因为我的房间在4楼，那因为我们家呢5楼就是这个神明厅是有拜拜的，那我就想说我们家楼上就是我的房间楼上就是神明坐镇啊，我们家呢又是早上下午都会拜拜，然后呢初一15还会去大庙拜拜这样子，应该不会有这么就是有就是外面的这些好兄弟这么大胆跑来我家这样子。然后当时呢，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说，有可能不是外面的，有可能是你们家的。然后我就说什么意思？他就讲说你们家有拜神明，旁边应该会有那个祖先牌。我就说对呀。然后他就说不一定是你们家祖先呢想要跟你一起看电视，然后也有人就说不定呢是你们家祖先呢他觉得你太晚睡觉要来赶你睡觉这样。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好像有这个可能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到现在我都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什么我们家的电视明明没有任何的问题，可是呢在我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却连续关机了4次，然后呢也不是我压到遥控器，然后也不是频道的问题，因为其实我当时呢还特别去上网去找了这个节目当天的内容，我去主要是第一个检查是不是频道就是有黑掉或者是什么，然后呢看完之后呢他们频道都很正常，而且我忽然想一想，频道如果真的黑掉的话，电视机也不可能是关机的状态，应该是就是频道黑而已。然后当时我会再去检查这个网络的，就是我会去网络再去检查这个节目，是因为后面故事我没听完，所以我就又回去就是再去网络上找这个网上的重播这样。所以我确认电视台的这个节目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说过当下我也检查过了我们家的插头，而且我们家插头其实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也换了插座了也没有问题。然后最重要的是呢，在那个同时我又把电视机转去别台电视节目，就是也是谈话性节目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就唯独我在看这个鬼故事，就是艺人在讲鬼故事的时候，我们家的电视呢就忽然之间这样子前后后关了4次。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自己就是选的时间这么的刚好。对也其实可能有的人听起来会觉得那有什么恐怖的，老实讲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不恐怖，对，但是呢对当下的我一个人睡在房间里面，其实那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其实是真的就觉得有点毛毛的在美国有一部分的科学家，他们认为人类的灵魂不会上天堂或者下地狱，而是会在另一个维度中继续生存。而且他们提出超自然电子噪声的理论，认为鬼魂可以通过声音和影像跟人类进行交流，而且觉得人在死了之后，灵魂会变成一种能量散发到周围，他们在人世间到处游荡，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无声无息的状态，和我们周围的空气没有什么区别。只有那种有强烈执念的灵魂，能量会特别的强，能通过干扰磁场来影响现实中的人类。所以恐怖电影中当灵体出现时，常常有
电灯会闪烁，或是电视会滑屏，又或是收音机会收到不同声音或播频的桥段。由于时间的关系，所以世界2、3将在其他集数跟大家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拜。